冲击。我们知道，一段情感如果有误会的时候，这个情感就会有波澜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刘24岁，来自安徽，职业是舞台策划；女主人公小张23岁，来自山东，职业是外景主持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哈，外景主持。对。哎，也算同行了啊。对，同行。舞台策划。是做什么？舞台剧的人员编制和一些就是人员的定点。哦，怎么了？小片儿没讲得特别清楚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有一个男生一直像男朋友追女朋友去对待他，然后他没跟我说，一直隐瞒。那叫隐瞒吗？如果不叫隐瞒，那就应该说，不说就叫隐瞒。你说他向你隐瞒了一个男孩子追求他，那你怎么知道的呢？有一次我女朋友从老家回来的时候，我在车站等她，看到一个男生跟她一起帮她提着包出了行李站，等那男走了之后，我就问他，这个男的是干嘛的？他说就是坐我对面一男的，他看我一女孩子拎很多东西，然后比较累，然后就是说他帮我拎一下。后来有一次我正好下班早，我有时间，我就去他们公司楼下去等他，准备接他一起下班。然后我看到一个男的，那男的挺面熟的，然后我一时其实我也没想起来在哪儿，但是我就记得这个人我见过。这时候正好他下班了，那个男的就径直捧着一个玫瑰花走向他，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等于说你发现在火车站也见到过这个男人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你女朋友收了这束花了吗？她没有收。等于你没收玫瑰花。我没有收。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那只是我一个老乡，现在也给我是一个同事。那为什么一开始你和我说那个人是你车上认识的一个？我每一个同事都得给你讲是吗？上次那事儿你让我再怎么给你讲啊？你怎么对待我身边的朋友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的同事是否跟我只要有丁点接触，我都会介绍给你认识，或者跟你说他是谁？是啊，所以你身边没有女生，所以你就要求我身边不能存在一个男同事。那个等于是你的老乡是吧？对，就是我老乡和我现在的同事。他喜欢你，他追求你。他喜欢我，我已经给他讲过我有男朋友，然后我也带他见过。带谁见过？带我对象。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又怎么了呢？可能我真的是对这方面有一点洁癖吧，就是其实一想到这个事还是比较郁闷的。然后第二天就赶着要去出差，就是想着是我正好趁这机会到外面冷静一下，把这个事情考虑清楚，到底是他错还是我的错？如果是我的错，那我改。你是考虑清楚了。可是你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自己还记得吗？他做什么了？我找他，他不联系我。他当时把我俩共同的东西，他全部就比如说 QQ 头像啊什么，全给删掉了。在他空间我的照片，包括我给他留的言，他全部删掉。就在他出差期间，他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俩是不是分手了？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想过，我当时真的是以为冷战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给他同事讲。我没有跟我同事说，那天我在忙，他打个电话，他发 QQ 问我，你怎么把一些头像换掉了？然后我说我看烦，因为他好像也知道我当时跟他吵架了嘛。然后他说你们俩不会分手了吧？我就敷衍的说随你怎么想吧。他可能就是认为我分手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女朋友说。那你跟他去参加那些单身派对是怎么回事？公司举办的一些东西，我如果不参加正常吗？你平常的时候可不去参加呀。平常时候有你在，我为什么要去参加？现在我没在吗？你说你还是这意思呀？那就我不存在了是吗？我只是想借一次机会出去冷静一下，认识一下，热闹一下。我想从这个环境中跳出来，当时真的很烦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那实际上面就是小伙子那个时候展示出了一种状态，是要分手的状态，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。对。那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其实这1年多来，我还是觉得这段感情还是存在的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他对我也挺好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想那么莫名其妙的失去这段感情。就是你不想分手？对。现在等于他想分手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我受不了他太小气了，太无理取闹。我那不叫小气，我那是关心你。你怎么不叫无理取闹？你还记得上次我同事回来给我带东西回来吗？他给你带什么呀？他给你带的是一盒巧克力，一男生从外地专门给你带一盒巧克力回来。巧克力怎么了？我问你。男生专门从外地回来送了你一盒巧克力。又不是光送给我自己的呀。他这盒巧克力精装包好，专门送给你，你觉得
你怎么知道是他精装包好？你是他吗？他当时从我手机把我同事电话拷走了，然后给人打电话。对，我承认这个是挺过分，但是当时我确实就是想知道那男的想干嘛。能干嘛？同事之间能干嘛？那个同事还给你送花，他是从外地来的，他是你的老乡，对不对？这个老乡不到其他地方工作，专门去你地方工作 ，OK？ 他可能是跟你的专业差不多。你有聊没聊？好，他为什么给你送花吗？送花他喜欢我怎么啦？可是我不喜欢他，我给他讲了我有对象。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。我能控制我自己，我能控制别人吗？你也不和我说到底是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。你这样就让别人，这样会让我认为你要不然就跟没和他说干净，要不然就是你在给他机会。我怎么没给他？你怎么知道我没给他说干净？我怎么知道你跟他说了什么呢？来，对不起两位啊，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呀？我是来求和的。这是求和呀，一码归一码。我觉得我对这些事情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诚实的。我不希望你们有很多的误解。你现在有没有谁正式提出过分手？我提了。忍受不了他了。我真的受不了，和这种小气的男人能在一起吗？我那真不叫小气。你可以有这一件事儿，可是你也知道我工作原因，我不可能光和女生接触。他会在就我工作的时候去录外景什么的时候拿不着手机，他会在10分钟给你打20多个电话。那是因为我着急你，你在外面录节目，谁知道你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我在工作，你会问我和谁在一起？心里还有他是吧？心里没他也不能来。其实这1个月我真的想了很多，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那是在乎，可是我感觉那是给我的一种负担。想明白了，事儿其实不大，但是对这2个年轻人来说，可能是现在最大的事儿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在听的时候，我爱人啊就跟我说，他说我得说这个女孩2句。他认为你既然有男朋友了，你干什么还去跟别的男朋友扯？我说你往。我没有跟我没有跟别的男朋友扯。你听我说，别着急，孩子，别着急。我说你往下听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们俩为这事儿矛盾挺大，你先说。这有什么矛盾的？我的感觉就是，你们现在还是正是热恋期间。作为我是女人，你也是女人，我也打你那么大小的过来了。我的感觉就是，你现在的感情还是在情感上有些欠缺。你现在就是优柔寡断的，现在在那，应该说在爱情方面嘛，男女之间都非常是自私的。假如说这个事在我身上出现了，我接触了一些男人吧，如果我老公说了这个男人我看他不好，我不希望你和他交往，我会立马断掉。这是他的想法，我的想法跟他截然不同。现在我认为这个你小伙子，你不够爷们儿，不够男人，讲了半天就这么点事儿，并且呢，这个女孩已经把你领到那个男孩的跟前了。但是那个男孩还在追求她，我只能说那个男的臭不要脸。是小姑娘做的不好。老师你还叫人怎么说？你还叫人小姑娘怎么说？做的还是不干净。你们夫妻俩配合的真好。一个说男人小气，一个说女孩不果断，目的不就是还是希望他们俩好？等主持人，下一周你们3个调解我们俩得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啊！我看其实我理解丁老师的意思，就是所谓的那个同事关系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我有男朋友，我很爱他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们大家在工作上也不太好。真的有讲，老师，我真的给他讲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思想，真的控制不了别人。我明白，但是我想这样啊，如果我们做的是对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听各种意见，好吗？其实刚刚丁老师你不用争，丁老师所站的立场是在基于一个男方的母亲的一个立场，他会设想，比如说你是我媳妇儿的话，那这件事情你肯定有做不妥当的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态度，我觉得你不要伤心啊，不要难过啊。整个听下来之后，我觉得他做的整个处理还是可以的，因为现在一些年轻的一些男孩子确实死皮赖脸追，然后这种追就是你根本拒绝不了，你抽他也不行，你骂他也不行。我遇到过一次，就是女孩就直接就让男朋友听电话骂他，不行，照样追，天天那个车在下面等着，
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事情确实女孩没有办法处理，我觉得她整个处理已经是很好，她没有收花嘛，对不对？她如果那天她收了花，那我觉得她是有问题的，但她没有收花，你这么去查她，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的问题，包括跟你分手之后，她也没有找人家呀，对不对？如果她有问题，她早跟人家跑了。然后我要讲你是个男人吗？你先告诉我你自己是个男人吗？是吧？但我觉得你整个思维的逻辑为什么比女人还女人呢？又小气又拧巴又唧唧歪歪的又嫉妒，是吧？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觉得怎么样，我应该怎么样，我要你怎么样。既然你要享受人的优点，就必须要忍受人的缺点。你要享受他长得那么好看，那么漂亮，那么青春，那就必须要忍受他有很多人追。现在好看的小姑娘哪有没有人追的？你觉得你忍受不了有人追她 ，OK， 就分手嘛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安全感不是靠别人的自律，而是靠自我强大，内心的强大才能够带来自己的安全感。我个人觉得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你要找一些自己的事情去做，与其去吃他的醋，不如让他来吃你的醋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了。我还有一句话我想送给你，小伙子，记住，爱一个人要懂得为你爱的人去改变自己。你尝试着做一做。这个话，恋爱当中的双方共勉。来，周老师。爱情当中，我们最怕的是站在自己的立场，去想自己的问题，去想自己的想法，认定自己的思想。因为女孩在思想当中永远认定男孩就是永远只会大吵大闹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他平常也这样，他会翻你手机那种，他不跟你吵不跟你闹，会偷偷的翻你手机，把你同事的号存他手机上，所以现在导致我手机上根本就不敢存我男同事的电话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清楚，就是你们已经给对方贴上标签，他认定你就是一个花心的人，你认定他就是一个只会大吵大闹的人，他永远不会跟你沟通。你们都把对方想成这么十恶不赦的人，那你们还谈什么爱情？如果真的你们要谈爱情，要去解决问题的话，是你要把对方说什么话听懂，对方想要什么听懂。你们听不懂对方想要什么，那就永远的争吵下去，永远找不到结果，永远找不到答案。问男生3个问题。真心爱一个女人有错吗？没有。那另外一个男人喜欢她有错？没有。好，一个女人可爱有错吗？没有。所以她吸引别人的目光也是没错了。对。一个女人有好人缘有错吗？非要弄得自己的老婆在单位上没有人敢接近她才正确吗？问女方2个问题。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对其他的追求者视而不见吗？不可能，再大度的男人都不可能。第2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能和追求自己的人老死不相往来？那是我我知道，你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可以原谅你，只是你还没有爱到那种程度。有些女人爱自己的男人就可以爱到这样的程度。所有但凡是喜欢我的人，对我有企图的人，我就可以跟他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不要求你这样做，我只是说有这样的女人。这就是刚才丁老师所说的，你可能不彻底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只是告诉你有这样这种人存在。分手有很多种原因，父母的原因，性格不合的原因，工作的原因，异地恋的原因，诸如此类。但最可惜的分手原因就是互不信任。忠诚这个东西啊，还是那句话，用于律己时好过一切法律，用于律他时坏过一切私情。他看到那束玫瑰花，他不光不能收，他应该立马把它扔在地上，把它踩碎，你才过瘾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但有的时候这恰恰证明你的女朋友善良。不懂得拒绝的人，在拥有了好人缘的同时，也很容易受到侵蚀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是他的保护伞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第一，不要因为互不信任而彼此分手，这样太可惜了。多少年的感情，往日的甜蜜历历在目，不要到日后终日莫悔。第二，用适当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自私，同时来成就对方的忠诚。就这样。听明白了吗？24岁哈，现在做到确实也太难了。事物就是这样的嘛，选择了这一面就要接受全部，你受得了吗？
就是今后肯定这种事儿还会有。你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就在心里忍了吗？或者换一种其他的发泄方式和宣泄方式？别回答我，别回答我，因为我不要答案，所有答案是他要。来吧，时间是你们自己的，每人1分钟，珍惜哦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这1年多的时间，我还是挺珍惜的。我出差的过程中，我也挺怀念的。我不想这样失去你，可能真的是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问题，我会学习着尽量去改掉这些毛病，也请你相信我，我还是喜欢你的，我不想这样失去你。也有可能是我做的不好，但是你也知道我工作就是这样，我不可能是因为你这样放弃我工作。这1个月我考虑了很多，这次会出现这件事儿，我不知道下次再会出现什么。也许你认为你的那种在乎，可是在我这儿你真的是不信任我。咱俩在一起，我当时也给你讲过，如果不是你先提分手，我肯定不会离开你。可是你这样做真的让我特别伤心，真的。听这段表白什么感受？心里面还是没那么舒服吧。回去吧，2位。来，请关门。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拿起表决器，你们看好吗？我们不说他们，我的命题是在一段爱情当中，如果有一方很优秀、很出色，另一方过度的嫉妒，这种做法你们赞成吗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66.67%的观众朋友反对这样的。其实我觉得涂磊老师那句话说的是对的，嫉妒心人人都有，如果过度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反对它。屏幕的下方是我们的互动方式，只要参与我们微博和短信互动，就有机会获得由杰利亚提供的1000元大礼包。好了，接下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对情侣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？一起来数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谢谢啊，因为要谢谢你的坦诚。我觉得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承认了，咱慢慢去克服。然后周老师好像是有一个礼物要送的。其实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，我们在失去一段爱情过后，要知道我们的失误在哪里，以及如何去应对下一段的爱情。所以找一个有缺点的人结婚，送给你。周老师的一本新书啊，我看了，其中有几章特别适合你。来跟女朋友说再见吧。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如果不想说再见，重新开始再追她呀。我想我应该还会再追你一段时间吧，我会尽量改掉这些毛病，我会试着去努力，就这样。谢谢你，祝幸福，谢谢。